前几期咱们说了纽北三神车，今天咱们更进一步，看看纽北千匹猛兽的成绩。要说纽北赛道来刷圈的千匹猛兽真的不多，在量产车当中，纯电车型有且只有保时捷Taycan Turbo GT、Rimac 的超跑和特斯拉的 Model S。当然还有刚刚打破纽北最速量产电动车的小米速七 Ultra， 而燃油车里面只有奔驰的 AMG ONE， 而这些车里最轻的是 AMG ONE， 也有将近 1.7 吨重，成绩也是最好的。那么有没有一辆车比它马力大、车重还轻的车来刷纽北呢？当然有啦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纽北之家。今天要说的就是来自瑞典的传奇指导网科尼赛格 One to One。这辆车很特别，不是说它全球限量只有7台，而是它有1360匹马力，车重也是1360公斤，推重比达到了惊人的1比1，所以名字也是这样来的。它搭载一台 5.0 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0到100千米每小时加速仅需 2.8 秒，理论最高时速可达430千米每小时。试想一下，这样一辆极致的 Hypercar 去挑战纽北得有多炸裂？所以在2016年的7月，科尼赛格就带着一辆 One to One 来挑战绿色第一。结果很多人都知道了，就是这辆 One to One 撞车了。但当时具体发生什么事情，可能很多人不清楚。我用神秘客舱模拟了这次事故的大致过程。事故路段发生在纽北的前段阿德朗森林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狐狸洞上面的这个弯道。当时的这辆科尼赛格以170千米每小时通过这个弯道时，车手踩下刹车来通过下一个更加低速的弯道，但没想到此时左前 ABS 匀速传感器信号异常，导致制动系统不按稳匀速，而此时 ABS 介入引发前轮锁死，这辆车就直直的撞向了护栏。此时的车速约110千米每小时，而车辆也在撞向护栏的同时起飞，落在了22米外的草地上。当时这辆车的碳纤维后盖落地时与排气系统摩擦引发火情，驾驶员使用车载灭火器成功是灭了火。不过当时拍到的画面显示，车手并不是科尼赛格官方测试车手罗伯特·塞万斯基，司机后来被送往医院，人无大碍，当天就出院了。后续这辆车也被吊车拖走进行了返厂维修。吊起来的过程我们也是能清晰的看见车辆的损坏状态，驾驶舱很完整，车辆前后部受损很大。结合护栏的这个大缺口来看，我推测车辆应该是前脸撞上护栏，然后飞了22米，最后尾部着地，所以才能成员舱完整，车前部和后部受损很大。科尼赛格的官方声明是这样说的：尽管这次碰撞 One to One 的前后外观覆盖件与副车架严重损坏，其碳纤维单体壳底盘及气囊约束系统完全按设计规范发挥作用，为驾驶员提供了完善保护。在工厂的深度检测证实了，撞击后未发生任何燃油、机油或液压油泄漏。考虑到撞击力道，这令人安心。而就在如今的1个多月前，纽北的一场比赛当中，一辆保时捷赛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。其实早在这次事故的2年前，当时科尼赛格一辆 Agera R 的原型车也开到纽北进行了测试，不过也撞了。科尼赛格后面又出了几辆新车，基本上也就挑战下从0到400公里加速的世界纪录，再也没传出挑战纽北的消息了。不过最近科尼赛格的一些动作让我燃起了他要再次挑战纽北的希望，因为在2015年就是把 One to One 先后拉到日本铃鹿赛道和比利时的斯巴赛道先后做出了圈速，而且在斯巴这一圈是2分32秒14，当时在斯巴是最快的量产车。也就是这一圈后，科尼赛格就再去了纽北刷圈，而最近科尼赛格把最新的 Jesko 也拉到了2条赛道做了圈速，成绩还不错，所以我预测一波很有可能再战纽北赛道，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和很多车企的公关都有接触。这种赛道刷圈无非就是为了宣传车辆的性能，也是一种营销手段，而厂家也不会像个人一样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，不会因为在纽北撞车2次把纽北拉入黑名单，而后再也不去了吧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那就点点赞和收藏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最后我想说点心里话，我做这个号的内容目的是让更多新的朋友了解到纽北的魅力，大家也能聚在一起讨论，所以视频内容一直会适合小白观看。当然老车迷我也很喜欢，大家一起讨论才有活力嘛。